相信大家在使用 ChatGPT 的过程中，经常都会遇到这个时刻吧，就是我们明明只是要做个简单又重复性质的工作，但它就是要你每次都重新输入，重新等待生成。更令人生气的就是有时明明都等了老半天了，等到最后才突然跟我讲，您的要求有问题哦，我没办法给你图哦。不是啊，你有问题一开始就要跟我说啊。总之，如果能让我们一次把所有的要求说完，然后一次把全部的结果都给我，有问题的部分自己跳掉，我们自然也就不会那么不爽了吧。但仔细想一下，问题其实在于它一次只能做一件事。那如果我们能把它一个一个串起来呢？它是不是就更接近我们理想中的工具了？总之，现在就让我们先回到先前所制作的家庭助理系统吧。我们要把这第二个功能选单作为这个批次功能的入口，并为它加入基本的操作界面。而这次我们要实作的批次功能原理其实也不复杂，就是把一次一个指令改为一次可以输入很多个，然后透过程式自己用回圈去执行。听起来很合理，对吧？但实际在做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卡。像目前的这个版本，我其实还没办法一次输入10条指令，所以我们还需要稍微再调整一下。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已经可以开始输入多条指令了。虽然整个界面看起来还是很乱，但现在重点不是好不好看，是它到底能不能动。所以我们就直接用它预设的描述来测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连续产图呢？在开始执行后，可以看到第一道指令的状态就变成执行中了。如果没意外，应该就是在等待生成啦。有了，而且质感还不错呢。指令的内容是银色笔旁边有奶油色的笔记本。很快的，第二张图也生出来了。然后是第3张图、第4、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张图全部都完成了。它真的帮我们一次把10张图全部产生出来了，而且这些图甚至很有商业摄影的质感呢。好，那既然这东西已经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首先，我们先来一个比较有趣的吧，直接丢一整个故事给它，让它帮我们画成一组漫画。我们先把故事一组一组贴上，当然这里未来应该要改成直接读整个档案，而不是像这样一个一个慢慢贴。而这整个故事基本上前面一段都是在重复描述角色背景，目的是让它尽量出图能保持一致，实际的故事是后面这一小段。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键生成这整个故事吧。然后由我本人来为这个故事献上我的旁白处女秀。走到了森林入口，少年低头看了一眼地图，这一次他没有退路。他走进森林中，四周安静的异常，连空气都像在提醒他危险就在附近。下一秒，远方的爆炸声撕开了寂静。少年知道自己可能已经暴露了，他原以为甩开了追兵，真正的敌人却在黑暗中现身。既然躲不掉，那就只能战。少年握紧拳头，正面迎战首领。然而现实比想象中更残酷，不到几个回合，他就被重重的击倒在地。就在快要失去意识的那一刻，在他的内心却回想起了那个事，心中一股暖意整个涌了上来。这时的少年就像重获新生一样，将这爆发出来的力量集中在这最后一击，打在了首领的身上，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得到了所有的王国宝藏。好吧，我还是不要去当配音员好了。那我们再来展示下一个应用范例吧。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加入了一个共用的背景设定。这么一来，关于角色的设定就不需要像之前那样重复描述10次啦。然后现在我们就用它来帮我们自己设计10套帅气的服装穿搭吧。
首先把我们的样貌描述在共用的栏位中，然后也提供10个穿搭场景的描述。完成后就可以一键生成啦。然后来看看结果，生成的角色感觉还蛮有一致性的呢。然后在第6项的时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在还可以继续生成，然后其他的都有顺利产生出来了。更重要的是，它生成的结果和描述真是太像了，是不是感觉真的很有趣呢？当然，像这种工具也不只是能用在个人穿搭，例如空间设计，各种不同的风格也是可以请它设计，然后一键生成呢。像是我们可以把房间格局提供给它参考，就能帮我们的房间改变成各种样貌，是不是很棒呢？现在它已经可以帮我们产生任意数量的图片啦。然而我觉得这个批次界面厉害的地方可不只有一次出很多张图的这件事，而是有机会整合成万用的批次任务的入口呢。这么一来，我们一次把任务全部丢出去之后，就可以去喝杯咖啡啦，之后再回来收成 AI 提供的结果，这样的生活岂不美哉？我自己觉得这东西可以玩的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哦，您呢会怎么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回见啦，拜拜。